我在影视剧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仿点翠的发展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这个蓝色感觉很有故事性，然后就感觉我可以深入去研究它。过后发现到，原来我们的祖先啊，就是当初马来西亚殖民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本地是有仿点翠这个东西的。有时候我会想啊，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是可以肉眼见的，就是越来越少。我觉得去了解它，去尊重它，也是算是一种传承，对我来讲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了解发展，你可以不了解古代的东西，不用紧，但是至少我们要去知道自己的来源啊，还有我们的故事在哪里，这样子。就是之前刚好有看过《宫心计》这部戏，然后在里面我有看到上宫这个职位，我就觉得，他刚好做的东西跟我很像，然后他的职位前面是加姓氏嘛，所以我就也放洪上宫哦，而且这个东西这个名字也跟我的本名很像，我本名是洪伟公，对，就是差一个字了。在2019年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在读美科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在 MCO 期间，老师有叫我们每个人都要交一组作业，是否高3毕业的作业。然后我们全部人都是在 MCO 期间，我们不能外出嘛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做了第一套发簪在家里，所以我的高3毕业的功课就是那套发簪。然后之后在2020年我就去了大学，然后在珠宝系里面接触到很多新的工艺啊、新的手法啊，还有那些制作过程有更了解。因为第一个接触到发簪的时候，我在影视剧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仿点翠的发簪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这个蓝色感觉很有故事性，然后就感觉我可以深入去研究它。过后发现到，原来我们的祖先啊，就是当初马来西亚殖民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本地是有仿点翠这个东西的。一般上的仿点翠，它们有分为2种，第一种就是自己手染，第二种就是用鹅毛来代替。因为真正的点翠是用翠鸟的羽毛，但是现在翠鸟已经是保护动物了嘛，所以他们就开始用好像孔雀毛啊、鹅毛啊，还有鹦鹉毛来复刻。所以基本上现在全部东西都是仿点翠比较多。然后我的话是从矿物颜料先开始，对，就是我们的工艺是有烧焊啊、切割，然后捶打，然后有画丝，也有用自己的那些就是毛笔自己勾勒那些羽毛的纹路，这样子去仿那个仿点翠。之前的话，可以上网看到很多教程，他们是用蓝色的颜料。但是我在之前的时候有读过美术系，然后有接触过水墨画。就是在水墨画颜料里面，我有发现到他们的石青、跟头青和山青这3种颜料很贴近我们仿点翠的颜料，所以我就把它带入我们的仿点翠试试看。结果画出来的效果真的是跟仿点翠很像。头青跟石青的话，它们的那个颜料来源是孔雀石跟蓝矿石，这是2种矿物，它们研磨成粉之后变成我们的水墨画颜料。时间的话，通常我们做一支发簪要1到2个星期，然后是包括点翠跟它的胚体，就是发簪的素体还没有上点翠，包括到做染色啊、做点翠，这个差不多2个星期啊，就是半个月这样子。通常是我会去设计，然后我会去画稿图，Sarah 就会帮忙一起，好像切割零件啊这样子。因为我们如果做一支点翠发簪和头饰的话，通常这个点翠的羽毛我们要处理很多天，然后做它的零件，还要做那些烧焊的工作，其实是蛮花时间的。如果一个普通的发簪，它的零件差不多也是有10个零件到以上这样子，我们每个零件都要去粘啊，然后去烧啊，就会比较吃时间。然后把这里烧红。一开始我们面对的困难就是，人们就是不太理解为什么点翠的发簪价格会这么高，因为我们也是有好像代工厂啊，现在可以一个工厂做模出来，然后可以复制很多的发簪，但是我们的发簪就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是一个纯手工做，速度也比不上人家，而且我们的成本也会比较高。
但是如果是讲近几年的困难的话，就是人力跟资源比较难，因为毕竟现在马来西亚对传统工艺喜欢的人原本就是很少，然后我们也有在就是积极去推广啊，然后做视频啊，混入就是多媒体这样子，让大家看到这个东西。但是我相信它是有一天会让大家接受，慢慢喜欢。最近几年我也有试过一次，就是把我们的房点翠带入娘惹文化，有做过一支就是娘惹的发簪。我们有做过一些设计，我们是想要把这些点翠融入马来人的头饰，因为他们马来人其实也是有头饰，然后印度人也是有自己的头饰，所以娘惹发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开始。之后我们也会带入更多好像马来人也可以戴的发饰，比如发夹之类的。这个皇冠的话，我们也是有把它推广去马来群体。这个冠的话，是我第一次用中式和西式合并的一个作品。我的工作是跟选美小姐有关系，所以我就会比较多接触到皇冠。我就有想到，能不能用中式的点翠融入西式的骨架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做一个皇冠出来，能不能这个皇冠还是不需要配汉服的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基本上就是想往比较现代化的风格审美去靠近，这样子的话，人们也比较可以接受，好像比较新的东西，好像印风啊，然后比较简约的可以日常佩戴的款式，我们也会把房点翠融入这些款式，这样子，好像今天我们要出门，然后我们的 OOTD 里面他们可能多一个选项是发簪呢，今天要配什么发簪这样子。我觉得红上宫一开始它是以环保为主题嘛，但是现在我们越做越多，我们好像越接越多不同的 case， 越来越多不同的设计，然后也接触不同的文化。我觉得红上宫还在它慢慢摸索自己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路上，所以我还没有去给红上宫有一个很像最终的一个定义，到底是应该要怎样。有时候我会想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是可以肉眼见的，就是越来越少。如果我们身为一个华人的话，就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传统。就算是你不喜欢发簪，你也不喜欢中式的文化，但是我觉得去了解它，去尊重它，也是算是一种传承，对我来讲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了解发簪，你可以不了解古代的东西不用紧，但是至少我们要去知道自己的来源还有我们的故事在哪里，这样子。